唐官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康熙年间，清河县赵家峪有个叫做赵达的秀才，身材高大，三角眼，吊梢眉，脸色总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略显苍白，喜欢穿着一袭破旧的长衫，以考取功名为毕生目标。不过人的天赋总有差别，自从考上秀才以后，无论赵达如何努力也没法更进一步。后来经人介绍，在30里外的龙口镇设帐教书，日子总算稍微宽裕了起来。那时候读书是一个相当崇高的职业，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赵达虽然没有功成名就，但是前来说亲的人仍是不少。左挑右选之下，娶了邻村李家的女儿小娥为妻。小娥虽然出生在农家，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农家女孩，一头柔顺黑亮的长发飞瀑般披散下来，双眉细长如柳，眼中流盼妩媚，摇鼻秀挺，玉腮微微泛红，红唇娇艳欲滴，如花般的俏脸晶莹如玉，身材曼妙纤细，清丽绝俗。成亲以后，赵达仍旧要到镇上教书，一个月中只有3、4天的时间能够在家待着，其余时间家里家外全靠小娥一个人操持。村里有个尼姑庵，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建的了，庵中只有一个尼姑，30多岁的样子，人称静云师太。小娥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去庵里上香，一来二去的就跟静云师太结成了闺中密友。但是小娥不知道的是，这个静云师太可不是个正经的佛家弟子，她还是个姑娘时，就跟家里的仆人勾搭在了一起。后来被父亲发现，觉得她有辱门楣，将其赶了出来。她不知道在哪里出了家，辗转到了赵家峪。到了赵家峪以后，静云师太也没闲着，跟村里的举人赵括暗中勾搭在了一起。赵括的学问高，气度自是不凡，而且他作为候补的官员，只要体制内有空缺，立刻就能补缺做官去了。所以村里的很多大姑娘小媳妇都跟他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虽然有了这么多的情人，可赵括心里仍是不满。他盯着小娥已经不是1、2天的事了。这天，赵括与静云师太恩爱过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静云师太有些不开心，埋怨道：怎么刚过了动情的时刻就在我这儿叹气？是我亏待了你不成？赵括自知失态，赶紧宽慰道：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什么？还吞吞吐吐的。以我们的关系，有什么话还不能挑明了说？静云师太问道。不怕你笑话。赵括顿了顿，像是下定了决心，接着说道：那李小娥花容月貌，我已经倾心好久了，若是能叫我一亲芳泽，就是少活10年也愿意呀。你们2个素来亲近，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帮我？臭男人，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这事儿倒还要我来帮忙了。静云师太佯装生气。赵括赶忙安抚：你放心，我就是尝个鲜，以后还能忘了你的好处不成？只要能帮我促成这桩好事，我自有报答你的时候。静云师太经不住赵括的缠磨，同时他自己也对小娥冰清玉洁的形象感到不满，能拉她下水也不失为一件乐事，点头就答应了。过了几天，静云师太专门做了些糕点，邀请小娥来庵中小坐。等小娥一来，静云师太故意跟她聊起些平常不肯与人说起的闺中密事。小娥臊得面红耳赤，本来不准备说，但是在静云师太的循循善诱下，也吐露了心扉，说了一个多时辰，直说的口干舌燥，饥肠辘辘。静云师太适时把糕点端了上来，又奉上一碗茶汤，那糕点又软又香。小娥本就在饿头上，一连吃了好几个，端起茶汤喝了2口，又吃2个，再喝几口茶汤，如此不到1刻钟的时间，小娥粉面泛红，头昏脑胀，倒伏在椅子上。静云师太故意叫了2声，发现小娥真的已经昏睡过去了，这才拍了拍手。赵括得了暗号，从后屋闪身出来。静云师太得意地说：如今这小娘子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了，随你如何摆弄，只是不知道要如何谢我呀。
原来这正是两人定下的计策。静云师太的糕点里掺杂些不按君臣的药，同时还和进去一些酒糟，哄骗小娥吃了下去。此刻药效发作，睡梦中还不忘扯自己衣领里。赵括走上前去，温言抚慰了静云师太一番，把她打发走，将小娥抱到了床上。见她喷吐酒气，两颊飞上两坨红霞，醉得如同海棠一般娇羞可爱。小娥睡梦中还以为是丈夫回来了，任他轻薄癫狂了一回，形势一毕，赵括仍旧舍不得走，在旁边睡了起来。过了约莫2个时辰，药性一去，小娥有些醒来，看到旁边有一个陌生人睡着，瞬间惊起一身冷汗，一面卷起衣服护在身前，一面大声叫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光天化日之下玷污良家妇女！”赵括也有些慌了，匆忙捂住小娥口鼻，说道：“娘子息怒，我乃是村中的举人，心里爱慕娘子多时了，今日忍不住唐突了家人，愿与娘子长相往来。”小娥哭泣不已。赵括略带威胁地说道：“如今娘子已经与我有这般关系，要是传了出去，我倒是不妨事，只怕娘子名声有误，要被别人戳脊梁骨了。要是你从了我，日后我发达了，定然不会亏待娘子。”小娥渐渐止住了哭泣。事已至此，她自然是明白自己着了静云师太这恶尼姑的道了，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不得不隐忍下来，答应继续与赵括往来。所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几人的所作所为很快就传出了一些风声。赵达在镇上听说妻子与赵括的风言风语，忍不住怒火中烧，收拾了东西连夜赶了回去。小娥见丈夫回家，欣喜地迎了上去，赵达却一把揪住她的衣领，说道：“好你个淫妇，我不在的日子里，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小娥脸色一僵，也不敢隐瞒，流着泪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个清楚。赵达听的是咬牙切齿，愤然出声：“好一个恶尼姑，好一个奸举人，竟然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思量了一会儿，赵达说道：“既然如此，这件事也不能全然怪你。如果你听从我的计策，我仍然可以既往不咎；如果你不听，我定要将你休回娘家。那时候休妻是极大的侮辱。”小娥自然不敢不听。赵达让小娥附耳过来，将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小娥一开始吓得直摇头，直到赵达怒气上冲，才不得不答应。赵达说完之后，就隐匿在家门外。小娥匆匆出门，邀请赵括前来私会。赵括喜不自胜，欣然赴约。今晚的小娥尤其积极，主动抱住了赵括。在亲吻的过程中，小娥把心一横，一口咬掉了赵括的舌尖。赵括吃痛，大叫着从小娥家中冲了出去。赵达闪身进屋，小娥吐出一条约4、5寸的舌尖，交给赵括。赵括拿起舌尖，带上菜刀就去了尼姑庵。一阵猛烈的拍击，把静云师太从睡梦中叫醒。这么晚了，静云师太想着大抵是赵括来了，起身穿上衣服去开门，口中还说着有什么着急的事不能等着明天说，偏要3更半夜来敲门。不料打开门一看，赵达提着刀站在门前，刚要张口叫喊，赵达根本不给他留机会，当头一刀砍死静云师太，然后点起蜡烛，用刀撬开他的嘴，将那半截舌头放了进去。做完这一切，赵达悄悄退了出去。回到家以后，跟小娥说道：“如今大仇已经得报，此时只当作没有发生过。”小娥还有些迷茫，那赵括只是死了半截舌头，怎么就说大仇的报呢？赵达赶紧捂住了他的嘴：“明日自有人杀他，今晚就当我没回来过，切记切记。”赵达说完，又连夜赶回了私塾。第二天一早，照常设帐教学，并无一丝不妥之处。再说这尼姑庵，第二天有人从门口经过的时候，见到庵门半掩，门口还有血迹，就往里看了看，见到倒在血泊中的静云师太，忍不住一声尖叫，刺破了村庄早晨的宁静。左邻右舍聚拢开来，早有人去报了官。差役赶来后，请来仵作验尸，从静云师太的口中取出半截舌头。人们议论纷纷，说
这一定是因奸情导致的凶杀，只是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衙役将静云师太的尸体和仵作验尸的证明全都带回了县衙。县令捻了捻胡须，说：“要找到这凶手其实不难，只要看方圆100里内有没有断舌之人，定然就是凶手了。”县令说完，当即下令全县搜查断舌之人。没过多久，赵括就被扭送到官府了。原来舌头被咬掉之后，赵括情之重疾，口中剧痛，心中慌乱，像是没了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又害怕被人抓住，专挑荒僻的地方走，以至于乱了东西南北，找不到回家的路，就随便在一个角落里蹲了一夜。等到天亮的时候，一看是个陌生的地方，急切地转来转去，就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没过多久，官府的告示就张贴了出来。赵括行迹诡异，脸上沾满了鲜血，早有那好事的汉子将他拦住盘问。赵括只想着赶紧脱身，四处推搡着不肯回答。人们认定了他就是杀人的凶手，一时围拢上来。有人起哄道：“看他脸上都是血，又不肯说话，杀人的不是他还能有谁？”不由分说，拿起绳子就把他绑缚起来，送到了县衙。赵括毕竟是个举人，有些功名在身上，县里好些个人还是认得他，当然对他的斑斑劣迹也是了属于心。在公堂之上，就有人说，若是这个泼皮做出这种事儿来，也不足为怪。县令升堂审案，赵括跪在堂前，支支吾吾急得抓耳挠腮，口中伤口崩裂，鲜血汩汩而出，煞是恐怖。县令见他这个样子，心中已经有了几分厌恶，一拍惊堂木，问道：“这狗才姓甚名谁？哪里人士？可有人认得？”赵家峪的人大多知道他的底细，更有人的妻子或是女儿与他有染，只是之前不敢与他对峙。这会子见到赵括落难，七嘴八舌地把他的籍贯姓氏以及平日里所做的奸盗诈伪之事一桩桩一件件说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县令听完冷哼不已，说道：“不用多说了，这狗才一定是试图强暴尼姑，尼姑不肯，咬掉了他的舌尖，这狗才一时怒火攻心，砍杀了尼姑。”赵括听到县令的话，急忙指手画脚，想要分辨一二，奈何一个囫囵字也吐不出来。师爷说道：“是不是给他纸笔，让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县令勃然大怒，说道：“这等奸人还值得浪费什么纸笔？而且他口中又说不出来话来，凶器也没有找到，容他争辩难以成招，直接乱棍打死，免得浪费口水。”县令说完，抽出一根令签扔在地上，喝道：“先打100杀威棒！”当即有2个差役把他插将出去。片刻之后，惨叫声骤然响起，围观的人们无不拍手叫好，更有受惯了赵括欺负的人忍不住流下了快意的泪水。赵括一介书生，身子骨本就不强，还没打到7、80棒，已经绝了气息。县令发榜，责令赵括的亲属将其尸体收敛，又将尼姑的尸体烧埋，就此结了这个案件。赵达听到街上人们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知道大仇得报，心中暗暗称快。为了保险起见，又过了5、6天才返回家中。经此一事，赵达虽然没有休妻，但是心中对小娥极端不满，又另娶了一房妾室，而且从那以后就不再与小娥同房了。小娥心中凄苦，但是自知理亏，也不敢发作，只能默默做这些粗活。小妾也总是盛气凌人，对小娥颐指气使。过了2、3年，小娥就郁郁而终了。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长观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聚宝盆都听过，这怎么还有聚宝缸呢？话说呀，从前呢有这么个老头，在山上开荒兄种地，只见他拿着锄头在山上随意的锄着地，突然一锄头下去，挖出来了一个小水缸。这老头一看，咦，这水缸还挺新的，正好自己家缺少存米东西。就这样，老头就把这个小水缸搬回了家里。
到家以后，老头就赶快把家里仅剩的1碗米倒进了这个小水缸里储存起来。没听错，就是1碗米，因为老头穷啊，家里就只剩下了这1碗米。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老头就拿碗从缸里舀米，这一舀不要紧，可把老头吓了一跳。只见他从水缸里整整舀出来了10碗米，老头就心想，原来我捡回来的这个小水缸是个宝贝啊，那可一定要好好地藏起来才行，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了，这下自己再也不用挨饿了。虽然老头心里这样想，但是老头呢，心底很善良的人，村里有很多人都吃饱饭，老头看着心里也不舒服，所以呢，老头每天都会从水缸里舀出来10碗米，送给那些饿肚子的穷人。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老头有宝缸的消息，不知道怎么的刘备村里的地主知道了。地主知道以后，就跑到老头家要买老头的水缸。这老头呢也挺倔，不管地主给多少钱多少粮食，就是不卖。地主一生气就叫来了10几个伙计，要抢老头的宝缸。老头一看这不行啊，老头拿起锄头就来了水缸前，说，你们谁要是敢上前，我就把他给砸了，咱们谁都别想得到。这地主一想，这不行啊，看来不能对老头用强啊。随后地主就带着伙计们先回到了家里。这么好的宝贝，地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他回家想了半天，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坏主意。这第二天天刚亮，地主就让伙计套上马车来到了县城。到县城以后，他就直奔县衙告状，他要告老头抢了他的水缸不还。这县太爷也明知道这是地主在欺负人，但是呢，这个县太爷很奇怪，地主为什么要和老头抢个水缸呢？接了这个案子以后，这县太爷就直接派人把老头和水缸一起带到了县衙。他向老头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听了老头的回答，这县太爷是非常的激动，心想原来是一个宝缸啊，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地主要抢这个水缸了。在公堂上，县老爷就问老头和地主，你们2个倒是说说，这个水缸到底是谁的？老头回答说，是我的。地主也赶忙回答，这个水缸是我的，是老头抢他的。说着说着，2个人就吵了起来。谁知道这时候县老爷却说，你们2个都说错了，这个水缸是我的。地主一听这话，瞬间就傻眼了，这是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呢。这位县老爷也不给2个人解释的机会，直接就命令衙役把他们2个赶出了县衙。老头呢也是非常的伤心，倒不是因为水缸没有了，而是老头觉得他今后再也帮不了那些吃不上饭的穷人了。这县老爷抢了水缸以后，赶快就命人把水缸搬进了他的后院。到后院以后，他就拿出金元宝放在缸里，然后就伸手去缸里掏金元宝，这一掏一个，一掏一个，最后还真掏出来了10个金元宝。这下可把他给高兴坏了，这么好的宝贝要赶快告诉他爹呀。他爹可也是个爱财之人，他知道后肯定会高兴的，所以他赶快就把父亲叫了过来，并告诉他的父亲他得了一件宝贝。说着他就往水缸里放了一个金元宝进去，然后伸手就去缸里面掏金元宝。这老爷的爹一看，咦，这还真是一掏一个呀，这不是发财了吗？县老爷他爹看儿子在那磨磨蹭蹭的，动作太慢了，想发财要加快速度啊。他一把就推开了自己的儿子，说，我来看你那磨蹭样吧。说完自己伸手就去水缸里面掏金元宝。不过呢，这个贪财的老头毕竟是老了，手脚不太麻利，他往缸边上一趴，手刚伸进去，这一不小心一头就栽到了缸里面。老头赶快喊，儿子快把你爹拉出去。县老爷一看自己爹掉缸里了，也是赶忙去拉，谁知道他拉出来一个爹，这缸里面还有一爹，没办法，都是爹还得拉呀。就这样他从缸里一共拉出来了10个爹。看着眼前的10个老头，县太爷迷茫了，他就问，你们到底谁是我的亲爹呀？只见这10个老头异口同声地说，我是你亲爹。这10个老头争着争着就吵了起来，这个说我才是他亲爹，那个说我才是，你们都是假的。这吵着吵着就又打了起来，只听哐的一声，
水缸被他们不小心给打烂了。这下一来，这位县太爷可傻眼了，自己辛苦弄来的宝缸还没怎么用呢，就被打烂了。这平白无故的又多了10个爹，这可把他愁坏了。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长官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康熙年间，山西又有个叫做曲江的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为人善良且有风度。母亲去世的早，跟着父亲曲卓相依为命。曲卓家中有几亩田地，农忙之余就以倒卖布匹为生，可以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后来曲卓年纪大了，就专心守在家里，将卖布的生意交给了曲江。曲江因此经常往返于山西和山西2省之间，一年有大半的时间都在外奔波，耽搁了娶亲的时节。因此20多岁的时候还没有成亲。这天，曲江带着仆人走到了一处栈道，山路崎岖难走，栈道又极为险峻，正在发愁怎么走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老虎的咆哮声。仆人是第一次外出，心里有些害怕，撇下曲江拔腿就跑，不提防斜刺里窜出来一只斑斓猛虎，叼起仆人就跑，转瞬之间就消失在了丛林之中。曲江吓得肝胆俱裂，扭头也开始发力狂奔，一不小心掉落在一个山涧中。所幸地上有很厚的落叶，又有茂密的树枝起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这才没有受到重伤。起身以后，望着四周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曲江内心有些绝望。他尝试了一下，根本没有办法爬出去。眼见的四周荒无人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过了一会儿，太阳也落山了，黑夜中的丛林更加恐怖，时不时的有野兽咆哮的声音响起，阴森森的冷风吹得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曲江慌忙爬上一块巨石，难过的直掉眼泪，又害怕会受到野兽的袭击，也不敢睡觉，只能站起来不停地四处张望。也是他命不该绝，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曲江似乎看到了有一点灯光隐隐约约的从树叶之间的缝隙中透过来，不由得心中狂喜，顿时来了精神，爬下巨石就朝着有灯光的地方一瘸一拐地走去。等他走到近前，果然看到了一处房子，大门又高又宽，门前排列着2尊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耳房。曲江走上前去敲门，不多时，一个长胡子老头点着蜡烛出来了。见到曲江以后非常诧异，问道：“小伙子，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曲江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给了老者听。老者突然说道：“你是不是叫曲江？”曲江愣住了，反问道：“老人家，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老者顿时笑了，说道：“我听我家主人说过你好多次了，你先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进去通报。我家主人见到你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老者说完，暂且把曲江安顿在了耳房内，自己则敲门进了大院。不多时，一个书童提着灯笼一路小跑着过来，边跑边喊：“曲江公子，我们家老爷有请。”曲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着书童进了院子。宅院从外面看就已经很气派了，走到里面更是别有洞天，处处雕梁画栋，红漆柱子，来往的仆从丫鬟络绎不绝，看样子真像个王侯的府邸。一连走过了好几进院子，四周有很多穿着漂亮的女子，对曲江指指点点，捂着嘴偷笑，好像在说什么有趣的事情。曲江看着自己满身的泥土，衣服皱皱巴巴的，连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不禁有些自惭形秽起来。好在这样的场景没有持续太久，否则曲江都要掩面而逃了。在书童的带领下，曲江最终来到了一处小房子，房子里准备好了干净的衣服和洗澡的热水。2个丫鬟上前服侍着曲江洗漱干净，又带着他来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堂。堂下站着一个身着五彩锦缎衣服的中年男子，想来就是宅院的主人了。男子一见到曲江就热情地迎了上去，
好像是很多年没有见过的朋友一样。曲江贤侄，你今年大概有21岁了吧？是不是至今还没有成亲呢？曲江吃了一惊，拱手回道：老张恕罪，我自私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您。关于我的事情，您是如何得知的呢？男子哈哈一笑，倒是我唐突了，还没有自我介绍。老夫姓姬，你我之间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你早晚都会知道，不必急于这一时。我有一个女儿，刚刚及笄，想要说与你为妻，不知道你意下如何？曲江更加迷惑了，还不知道新娘的胖瘦美丑，怎么能轻易结亲呢？于是推辞道：婚姻乃是人生大事，岂能如此草率行事？我应当先禀告父亲，然后才可以抉择。姬员外看出他的顾虑，笑着说道：你与我女儿的姻缘已经定下很久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先把她喊出来，再做决定不迟。姬员外说着，就吩咐下人把小姐叫来。只见那姬小姐身姿摇曳，莲步轻挪，如同风中的拂柳，又像水中的白莲，还未看清面孔，已经叫人意乱神迷了。等走得近了，曲江看得清楚，姬小姐面如覆粉，光彩照人，容若桃花，清丽出尘，眸似繁星，勾魂摄魄，一时间竟有些痴了。姬员外见状，心中有了谱，说道：贤侄，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天为你们两个完婚如何？曲江心里欢喜得不得了，正在后悔刚才拒绝的话说得太早，闻言赶紧点头答应了。不出一文钱就能得到这么一个仙女式的妻子，试问哪个男人能忍心拒绝呢？姬员外效力极高，不过一时三刻的功夫，屋内外已经是张灯结彩了。曲江换上了新郎服，姬小姐也换上了一件绣花衣服，五彩斑斓，不同于当朝新娘所穿的服饰，身上的玉佩叮当作响，被众多的丫鬟簇拥着走上了红毯。两位新人拜过天地之后，一同进入了洞房。曲江掀开姬小姐的红盖头，更加意乱神迷，动情地问道：这场姻缘来得太过突然，如同梦中一般，我至今还不知道你的芳名呢。姬小姐抿嘴偷笑，说道：夫君说笑了，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没有正式的名字，父母都叫我志相公，以后也可以这么称呼我。闲话说完，曲江也进入了正题。两人一夜缠绵，如胶似漆，空气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此处省略1800字，以供大家遐想。到了第二天，智儿带着曲江一起拜见了父母。陈家的几位亲戚邀请他们去赴宴，这些亲戚们也都是富贵之家。从言谈之中，曲江得知他们的祖先为了避祸才躲到这处山间，距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众多的亲戚之中，曲江与陈家一个姓封的外甥尤为亲近，几乎是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智儿得知以后却显得特别紧张，几次三番告诫曲江：我父亲没有儿子，正想把你当作半个儿子看待，你的性情全弱，而封表哥却极为暴力。作为亲戚走动一番还可以，如果太过亲近，必然会招致祸患。曲江却不以为意，都是亲戚，能够惹出什么大祸呢？因而依旧是我行我素，虽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但是背地里仍然与封表哥非常要好。这天，曲江与邀请封表哥到房中饮酒，时值盛夏，几杯白酒下肚，免不得有些燥热。封表哥于是就将上衣脱了，打着赤膊，行为逐渐放荡不羁起来。这种行为引来了曲江的强烈不满，忍不住斥责道：虽然你表妹此刻不在这里，但这也是我们的卧房，你好歹也应该避避嫌，怎么狂狼成这个样子？没想到这一番话直接让封表哥炸了毛，一脚踢翻了桌子，喝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子罢了，我看得起你才跟你一起喝酒，你竟敢酒后羞辱起我来了，难道把我当成了软弱可欺的人了吗？俗话说泥人都有3分火气，封表哥的刻薄言语深深刺痛了曲江敏感的神经，他随手抄起一面铜镜朝封表哥扔去，虽然没有伤到他，但是却划破了他的罩衣。封表哥暴跳如雷，一跃而起朝曲江扑来。
发出的声音如同咆哮的恶虎一般，令人胆寒。亲戚们听到动静，急忙冲进房门，将两人分开。好说歹说，才半推半就地簇拥着风表哥离开。曲江见到人多了起来，也鼓起勇气追出了房门，对着他们离开的影子喝骂不止，直到众人的影子彻底消失的视线之中，才返回了宅院。姬员外的耷拉着头，面如死灰，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这儿叫到身边嘱咐：我本来想把曲江留下来作为养老的女婿，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得罪了封家外甥，大祸眼瞅着就要来了，你赶紧打发他走吧。这儿低着头一言不发，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曲江更加气愤了，跪在地上说道：父亲言重了，封家小儿不过是个鲁莽的蠢物，孩儿虽然不才，也愿与他一较高下，绝不给父亲添麻烦。姬员外愁眉不展，说道：好女婿，你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封家在这里的势力极为庞大，就是有100个、1000个你也不是他的对手。我们一家倒是不怕的，但是却没法顾及你的安全，这也是上天注定的事情，你还是赶紧离开吧。曲江又憋屈又难过，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这儿也是直抹眼泪，两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姬员外见此也是叹息不已，但是为了曲江的安危着想，还是命令两丫鬟将他送走。丫鬟看起来柔弱，可往两边一架，曲江就动弹不得。刚一出门，曲江立刻觉得两脚离开了地面，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不多时就回到了栈道旁，而两个丫鬟变成了2只野鸡飞走了。曲江感觉一切都不那么真实，想起这几个月来的经历，不觉有些怅然若失。他左右张望了一番，试图找到自己所处的地方，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宝鸡祠，走过去一看，里面已经破败不堪了，但还是供奉着一尊神像。曲江仔细盯着神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看了一会儿，觉得好像就是自己的岳父，内心五味杂陈，对着神像拜了几拜，当作辞别的讯息，然后就流着泪离开了。返回家以后，父亲询问他这几个月的经历，曲江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曲卓毕竟见多识广，听完之后也是长叹一声，说道：广义记里曾经记载过封使君的故事，所以相传老虎姓封，你说的那位封表哥应该就是叼走仆人的老虎，那这一家又是什么人呢？曲江急切地问道：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曾经放生过一只五彩斑斓的野鸡吗？曲卓问道。见曲江点了点头，于是继续说道：那一年你才10岁，跟着我来到了宝鸡县旁边，咱们买下了一只野鸡，本来准备煮了吃，你却可怜它，将其放生了。那鸡员外大概就是那只野鸡了，所以才说跟你有缘。曲江默然，从那以后就静心待在家里经商。几年之后清明节，曲江前去扫墓，碰巧看到一只猎狗在追逐野鸡，野鸡惊慌失措，看到曲江就俯首贴地，表现出哀求的样子。曲江于心不忍，就出手赶走了猎狗，然后解开衣襟将野鸡抱了回去。回家之后将它放在了床上，刚找来草药，就发现野鸡变成了痣。曲江欣喜若狂，激动地抱住痣，询问他的经历。这悲伤地说道：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实在是难以割舍这份情感，父亲联系我，于是想法设法帮助我逃了出来，没想到碰到了猎狗，要不是相公救我，恐怕我已经葬身狗吻了，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不是人类而排斥我。曲江动情地说道：自从分别之后，我每天都沉浸在对你的思念之中，又怎么会嫌弃你呢？自那以后，这儿就在曲江这里住了下来。曲江带他拜见父亲，曲卓也对这个儿媳十分满意。又过了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姬员外突然来访，曲江带着这儿高兴地迎接他，姬员外却是满脸忧愁，请求道：封家外甥横遭不测，非你不能活命，请你放下往日的芥蒂，救他于水火之中。曲江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饶有兴趣地询问缘由。姬员外说：明天午时会有一个叫阮武的人经过此地，倘若他带着一只老虎，请你出钱买下来。
曲江心中了然，笑着说道：“阮武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留下老虎倒是不难，可是那一年的羞辱我至今耿耿于怀。他自以为强壮，就肆意欺负我。如今倚靠勇力的人折在了更强大的勇力之下，我又为什么要救他呢？”姬员外忙不迭的求情，智儿也跟着帮腔，曲江这才答应救他。到了第二天，阮武果然来拜访曲江，骑着高头大马，佩戴着弓箭和猎刀，身后随从众多，带来了很多猎物，其中有一只吊额金睛斑斓猛虎，身上血迹斑斑，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曲江请求买下它，阮武慷慨地将猛虎送给了他。曲江让这儿带人将猛虎带下去，然后安排酒宴款待阮武和他的随从。客人走了以后，曲江才去看猛虎，已经变成了风表哥。见到曲江以后，又羞又愧，下拜向曲江认错，为过去的鲁莽而道歉。曲江说道：“天下间最大的祸患，莫过于自以为有所依仗。依仗钱财的，终究要败给钱财；依仗权势的，终究败给权势；而依仗勇力的，也必将会败在勇力之上。你从前自以为暴力，如今总算是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风表哥闻言更加羞愧，曲江也不再追究，再次设宴款待了他。而这次风表哥显得尤为拘谨，再也不敢放浪形骸了。刚吃完饭就羞愧地告辞了。从此以后，曲江就经常返回姬员外家里去省亲，而每次回去，风表哥必然会带上珍贵的礼物和肥美的酒肉来找他。两家亲如家人父子，再也没有了互相猜忌。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长观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四方扰攘。经过诸侯讨伐董卓、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役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在官渡之战前，其实北方一直是袁绍强，他做巨济、庆、幽并四州，拥有几十万军队，几百万人口，实力强大到几乎想做皇帝。后来袁绍最终还是在官渡被曹操击败，从此北方由曹操统治。今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汉末冀州袁绍的地盘上。彼时袁绍坐据冀州，河东一带出现一位神仙，号称杜朔君，因为多次显灵帮助了一些人，所以慢慢的大家都信奉杜朔君。再到后来，老百姓就为杜朔君建庙，时常祭祀。杜朔君的庙里什么东西都不缺，有香炉，有香案，有一切吃住所用的东西，还有一位负责庙里事宜的主簿。平日里大家如果需要求杜朔君办事，一般由主簿来与杜朔君沟通，当然杜朔君也可能直接出来与大家说话。陈留有一人叫蔡邕，他后来官升清河太守，去上任的时候经过杜朔君的庙，听说杜朔君很灵验，蔡邕就去祭拜杜朔君。蔡邕有一个儿子叫蔡道，已经死了30年。祭拜杜朔君的时候，蔡邕也为死去的儿子祈福了。刚祭拜完，杜朔君就显灵了，他设下酒宴招待蔡邕，还说：“我知道你有一个儿子死去了30年，你如今来祭拜我，你儿子知道了，他想要见见你。其实你儿子早就来了，一直在等你。”刚说完，蔡道就来了。蔡邕看着儿子死后30年，还是像小时候那么大，真是不由得老泪纵横。对于老人来说，晚年还能看看死去多年的儿子，与之相聚聊天，那真是无比奢侈的事情，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父子二人谈了许久，人鬼殊途，终究还要分开。他们分开后，都对杜朔君磕头，感谢他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当地有一位世子母亲病了，世子就去杜朔君的庙里祈祷，希望杜朔君治好母亲的病。主簿得知后对世子说：“很不巧啊，杜朔君去了天上，好长时间没回来了，估计被天神留下来款待了。”正说着呢，西北天空传来鼓声。很快杜朔君到了，
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人，穿着黑色单衣，头上有长毛，长约3-5寸，而且有5种颜色。那人来了后，很快就走了。然后又来了一人，穿着白色单衣，戴着高冠，那高冠乍一看就像鱼头。白衣服的人对杜硕军说：“我以前去过庐山，吃了一些白色的李子，回想起来，仿佛李子的味道还在嘴里。我以为没多久呢，其实已经过去了3000年。哎，时间过得真快啊，让人有些怅然。刚和你聊会儿，你又回来了。我来就是想说，下次有空再去我那里啊。”说完后，白衣服的人也走了。主簿不解，问道：“前面那个人是谁？怎么到这里也不说话又离开了？”杜硕军道：“后来的人是北海神君，前来的人是南海神君。他和北海神君一样，都是邀请我下次有机会去他那里玩。只是南海神君不擅长言辞，到这里表示其心意，然后就离去了。你最擅长什么？”杜硕军问世子。“我对五经很熟悉，在本地没人比我更厉害。”世子回答。杜硕军与世子聊了一会儿五经，世子很佩服，他发现自己对五经的理解比杜硕军差远了。世子没心思再讨论五经，求杜硕军治好母亲的病。杜硕军说：“你家东边有一座老桥，被人破坏了，坏了的桥正好冲着你母亲，你应该去把桥修好，这样你母亲的病就会好了。”世子照做后，果然母亲的病就好了。袁绍官渡之战失利后，不久病死。他的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之间又不和睦，互相争权夺势。后来袁谭投靠了曹操，联手曹军攻打弟弟。等弟弟被扫平后，袁谭又有了反心，毕竟他也不是真心投靠曹操。曹操于是继续出兵攻打袁谭。在这过程中，曹操听说了杜硕军，又听说杜硕军的庙里有好绢布，于是就派人到杜硕军的庙里要换1000匹好绢。杜硕军并不肯，拒绝了曹操。曹操大怒，派张合带兵去捣毁杜硕军的庙。考虑到杜硕军厉害，曹操让张合统帅了几万大军去。但是张合距离杜硕军庙还有100里路时，就遇到了大雾，以至于张合分辨不出方向，找不到杜硕军的庙。杜硕军也带了2万大军，准备攻打张合，但考虑到张合后面还有曹操，所以杜硕军不愿与曹操正面为敌，他直接让主簿离开，自己也离去了。后来他的庙果然被摧毁了。杜硕军离开后，寄宿在一个人家，住在楼上。几天之后，曹操打猎，得到一个大如小鹿、浑身白毛、4个蹄子都很大的动物，它的毛很光滑。曹操直接用脸去摩擦它的毛，不过没人知道这是什么。当天夜里，楼上的杜硕军就哭了，说：“哎，我的小儿子，你去了哪里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呢？”曹操得知后，猜测那个动物是杜硕军的儿子左便，大笑说：“嘿嘿，什么神仙，我看不过如此吗？他的儿子都能被我捉住，可见他的气数已经衰了，我还有什么怕他的呢？”曹操叫来许褚，让他去找狗，然后布置了一番，找到了杜硕军所在的楼。曹操让许褚放狗，许褚一声令下，后面的人都把狗放出来，足足有100条凶狠的猎狗。那些狗闻到了气味，直冲楼上。楼上传来狗叫的声音，随即一个东西下来，然后冲到曹操的军营之中，抢了那个浑身白毛的东西，直接消失不见了。许褚去楼上看狗，只见那些狗都动不了，一直等了1个时辰，那些狗才能自由。杜硕军带着儿子到了南方，主簿也去了。听了杜硕军的故事，主簿不解，问道：“您是神仙，怎么会怕曹操那一个凡人呢？我要是想对付曹操也很容易，可是他命不该绝，又掌控了皇帝，部队多达几十万人，他那些军队都是虎狼之众，十分狠毒。当年没有钱，他们连挖坟盗墓的事都能干出来，我怎么能不怕呢？”主簿还是不懂，一脸茫然。杜硕军笑道：“你就记得，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就行了。得罪了君子，君子不会记恨，不会报复；但是得罪了小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我就是得罪了曹操，所以才如此狼狈啊！我若是得罪了刘玄德，又或者诸葛孔明，说不定他们还会来招我去做事呢，哪里会害我呢？”主簿这才明白，忍不住点点头。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长观奇案故事，明断善恶是非。若有精彩之处，期望您能长按点赞支持一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唐朝末年，在洛阳城外的官道上有一个大财主，他的家就坐落在洛阳通往关中的要道之上，家里边开有客栈、商铺等，家里几代人都是在此经商，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钱。这个大财主叫廖正武，他家的产业传到他这一代，正好是第3代。这个人呢，他为人刻薄，而且还爱财如命，地地道道的守财奴一个。但是据他所说，他祖上往上查3代以后，可并不是经商的，而是靠盗墓为生的盗墓贼。传说他的祖上出了很多的大盗墓贼，因为干了太多的缺德事，所以最后每一个都死得非常悲惨。到了他太爷爷这一代，就不让他爷爷再干盗墓这一行了，说这一行干多了是会遭天谴遭报应的。他就用盗墓积攒下来的钱，让他爷爷改做生意了，而且还定了一条家规，自他之后，所有后世之人绝不能再踏足盗墓这一行。廖正武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有点好色，加上自己有钱，所以他没事就娶老婆，这不一下子就娶了13房的太太。这些老婆也争气，每一个都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女儿也不少。虽然他的儿子很多，但是说实话夭折的也不少，最后能够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就只有8个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1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几个儿子是接连出现意外，8个儿子在1年之内就死的只剩下3个了，老大、老三和老四，其他的都因各种意外不幸死亡了。不过儿子意外死亡的这个事，对他这种人自私的人来说，死几个儿子根本就不会影响他的心情，死就死了呗，自己还是该怎么快活怎么来，他根本就不在意。毕竟不是还有3个儿子没事吗？传宗接代还是没问题。但是这一天突然一个噩耗又传来了，他的大儿子外出的时候，无缘无故的就栽倒在了一个水坑当中，当场就给淹死了。就一个小水坑淹死了，奇怪不？这老大的丧事刚刚办完没2天，这老三老四就又出事了。老三和老四在山上打猎的时候，突然被从草丛中窜出来的一只兔子给吓得掉下了悬崖。就这样，他的这些个儿子算是在几年之内死的是干干净净，一个不剩啊！这到底是做了什么孽了呢？这种事你让谁看，他肯定就是不正常的。其实廖正武早就该觉察到了，但是他还是大意了，直到自己的儿子们全死了，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不是什么都晚了吗？他家发生的这一连串的事，那肯定是不简单。这人死不能复生，但是这活着的人可不能再出事了呀。所以他立马就派人到山上去，把道观中的玄机道长给请了下来。玄机道长到了他家一看，立马就皱起了眉头，他直接就问廖正武：“你祖上当年是不是有话交代给你过？你是不是没有照做？你知不知道你犯了大错了？这会让你家破人亡的。”廖正武一听，心中也是一惊啊，他立马就来开始回想先祖叮嘱，这不想不要紧，这一想还真被他想到了什么。他爷爷临死之前就交代过他父亲和他家门口的那棵大槐树千万不能动。难道是因为那棵槐树的事？原来这廖正武时间一久，早就把爷爷的话给忘记了。他只知道他家门口的那棵大槐树实在太是影响自己出行，每次看到他就来气。突然有一天，他心情不好，正没地方撒气呢，迎头正好撞上大槐树，一气之下，他就命人把那棵大槐树给锯掉了。这时候玄机道长就说了：“你家门前的那个大槐树动不得，但是现如今你已经把它给锯掉了，你知道吗？你家的所有人
已经被这大槐树上的无数冤魂给缠上了。如果不尽快处理的话，要不了几年，你家里所有的人都会死，也包括你自己。真是不知者无畏呀！你家祖上都上是盗墓的，这些你可都知道。他们干的都是有损阴德的事，他们身上沾染了太多的怨气，所以后来才在高人的指点下，后来改邪归正，在这里做起了生意。家门口种的那棵大槐树，就是为了让那些冤魂有一个归宿和寄托的地方。你倒好，不顾祖上的遗训，直接把它给砍了。这一切都是命啊，这就是造孽啊！廖正武听完后害怕了。儿子的死他可能还不是那么在意，但当他听到自己也会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他还没活够呢，可不想出现什么意外。廖正武赶忙求道长说：“玄机道长啊，还望你给我指条明路啊！你可不能靠着我这一大家子人全没了呀！”玄机道长说：“既然我碰到了，肯定不能袖手旁观。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想办法平息这些冤魂的愤怒。办法其实只有一个，你必须要散尽家财才能保你家平安，而且还必须是在1个月之内。倘若你在1个月之内不能散尽你的家财，到时候你就是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一点，就是帮你超度了这些冤魂，暂时能保你家平安。”廖正武听了道长的话以后，他就犹豫了。要他的钱本来就很难，现在还让他散尽家财，这不就是要他的老命吗？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要知道，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财啊，连自己儿子的命他都可以不顾。你现在让他散尽家财，对他来说可真是有点难以抉择了。他看着玄机道长说：“没别的办法了吗，道长？”玄机道长冷哼了一声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就只有这一个办法。”最后，廖正武叹了口气，又好好的也想了想，才对玄机道长说道：“现如今看来是只能这样了，我会按照你的吩咐，在1个月之内散尽家财，把我的家产全拿出来去做善事。你放心吧，道长。”玄机道长看到这廖正武已经做了决定，他就让廖正武给自己准备了香案，他准备要开始做法事了。玄机道长就在廖正武的家门口，原来大槐树根旁边，给他家做了一场法事，把那些飘荡在他家里面的冤魂一次性全给超度了。玄机道长走了以后，廖正武的心就又活络了起来。他心想，这些冤魂都已经被道长给超度了，以后自己不就是安全的吗？冤魂都没了，还会有谁害自己呢？自己又何必还要去散尽家财呢？这些钱可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让自己全拿出去做善事，这是哪门子道理吗？思来想去，到了最后，廖正武还是决定要钱，毕竟这人活着就需要花钱，你要让他散尽家财，以后让他过苦日子，他可受不了，和要了他的命也没太大区别。就这样，刚过了1个月，廖家就又接连开始发生怪事。首先是他最宠幸的13房小妾，她半夜上厕所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死在了门口，直到第2天早上才有人发现。然后就是他的大房和2房2位夫人的结伴逛街的时候，突然被一辆发了疯的马车给撞死了。再接下来就是他的女儿了，莫名其妙的就被房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瓦片给砸死了。这发生的一系列事让廖正武是措手不及，他知道肯定还是那些冤魂在作怪，看着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一个个的死去，他这次是彻底的怕了。但是直到此时，他也没有想着要散尽家财，如今他还在想要派人赶快上山去，再次把玄机道长请来了。道长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只是可惜的是，他派出去请玄机道长的人，自从离开了他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此时廖正武也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放弃自己的祖业，逃到外地去。只要离开了这里，说不定就能躲开那些冤魂了。打定主意以后，廖正武连夜就命令所有人和10多个夫人各自尽快收拾，收拾好以后，全家连夜逃亡。只是根本就没有人会给他这个机会。老五和老六媳妇在收拾衣物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突然就起了争执，最后还动手打了起来。这一不小心就把旁边的油灯碰翻了，油灯正好掉在下方刚收拾好的衣物上面，瞬时间大火就烧了起来。这两个人可是首当其冲，两个人很快就被大火吞没。大火烧起来的同时，这屋外也突然就起了大风，这火借风势，风借火威，一下子就引燃了所有房子。廖正武和三夫人正在屋里收拾东西呢，突然就看到外面火光冲天，两个人刚想出来查看情况，谁知道刚推开门，就看到两个浑身是火的火人朝着这边就冲了过来，边跑还边喊：“老爷救命啊，快救我呀！”这两个火人不是别人，正是廖正武的两个小妾，他们不顾一切的就冲进了廖正武的房间。很快廖正武的房间也被大火给烧着了，特别是门口正被一个已经倒下去的火人给挡住了，他根本就没机会出去。看着四处燃烧的大火，这时候他真的绝望了。也是到了这时候，他才想起来玄机道长的那句话：尽快散尽家财。但是此时已经晚了，他已经无力回天了。大火很快就烧到了他的身上，就这样他也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到了第二天，人们才知道昨天晚上廖家失了大火的事。后来在清理残核的时候，经过清点，廖家的所有人都被大火给烧死了，包括廖正武自己。最后只有少数廖家的仆人和丫鬟逃了出来。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奇闻怪谈红尘事，道尽善恶与是非。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闲言少叙，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徐州有个名叫卫星的杂役，胆子很大，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经常为人出谋划策。每次出门，身上总是背着弓箭防身。有一天，上面派他去外地办事，回来的路上，他惦记着家中老母，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疾走如飞。来到一座山下，看到山上有个古刹。此时天色已晚，他又累又饿，想起母亲的话，在外千万不要走夜路，以免遇到拦路劫匪或者虎狼毒虫，决定在此住下，明日再赶路。想到这里，进入里面，只见院子里面断壁颓垣，荒草丛生，屋里面到处都是蛛网尘封，地上有个断成两截的泥神像，看样子这古刹已经荒废很久了。卫星叹口气，简单打扫一番，坐在地上，掏出身上干粮，刚吃了几口，外面忽然电闪雷鸣的，雷声滚滚，快要下雨了。幸好自己躲进这古刹里了，卫星侥幸地想着。过了会，大雨滂沱，古刹里漏雨，卫星刚站起来，躲到一个墙根下躲雨，忽然进来两个苍老丑陋不堪的老妇，看到他又惊又喜，不约而同的急至前，一副看到救星的样子，皆都躲在他的身后。卫星目睹，哭笑不得。这两个老妇这么大年纪了，竟然还怕雷声。看到他们俩虽样子丑陋，可是却和自己的母亲一样感到可亲。虽询问他们是哪里人，去往哪里，其中一个妇人说道：老身和妹妹要去给兄长祝寿，没想到走到半路上竟然下雨了，只好进来躲雨，叨扰到公子了。请问公子是哪里人，去往哪里？另外一个老妇笑而不语。卫星到处经过，让他们坐下来休息，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闭目养神。外面的雨一直下个不停，两个老妇人脸色苍白，身子微微地站立着。每次响起雷声，两个老妇人都不敢看外面，掩面低下头，慢慢地挪到卫星的跟前。卫星目睹，觉得他们更加可笑，只好坐到他们面前。如此这般，两个老妇人不再那么害怕了。雷公一直围着古刹久久不离去，卫星甚是奇怪。母亲曾经说过，如若雷公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走，那这个地方定有妖精。可这古刹里除了他们三个人，并没有什么妖精，很是纳闷。片刻后，忽然响起一声炸雷，两个老妇人吓得浑身哆嗦，面如土色。卫星好言好语地抚慰他们。过了会，雷声停了，雨也停了，两个老妇人松口气。卫星向两个老妇人告别，准备离开，可是他刚走到门口，
忽然感觉一股黑风袭来，他头疼欲裂，头晕目眩，倒下来。两个老妇人把他搀扶起来，让他坐在地上。其中一个老妇人向他徐徐吹气，另一个老妇人拿出一个奇怪的黑色药丸给他服下。慢慢的，卫星疼痛消失，很是神奇，觉得他们不同凡人，应是神仙，跪下来答谢。其中一个老妇人笑着说：“恩人不必言谢，理应如此。”卫星惊奇询问自己头疼怎么回事，两个老妇人相视一笑，道他因为日夜兼程，身子疲乏导致头疼。卫星听罢，瞬间心生恭敬，想起母亲常年有头疾，恳求他们为自己的母亲医治。老妇人听罢，答应下来，跟他下山。卫星看他们年纪大了，遂雇了一辆马车。几天后，终到家，母亲正在家里担心他，总是让照顾他的家中唯一的仆人去门外张望，看到他回来，甚是高兴。看到他身后的两个老妇人，惊奇询问。卫星道出经过，其中一个老妇人至前，端详一番，徐徐向卫士吹气。另一个老妇人拿出一个黑色药丸给他服下去，告诉卫星，他母亲的头疾以后不会再犯了。卫星听罢，甚是高兴，跪下来答谢他们。卫士高兴地留他们吃饭答谢，让他们在此住几天，陪陪自己。两个老妇人答应下来。其中一个老妇人道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鸡肉了。卫士听罢，命仆人把家中的那只老公鸡杀了招待客人。可是那只公鸡扑棱着翅膀，挣扎着竟然跑出来了，极快跑到客房前，看到那两个老妇人，很是愤怒的样子，竖着鸡冠，怒气冲冲地扇着翅膀，伸着长脖子，怪叫一声，腾空而起，极快扑向其中一个老妇人。两个老妇人大惊失色，吓得瑟瑟发抖，躲在卫星身后。卫星大怒，极快至前抓住公鸡，从仆人手里接过菜刀，一刀致命。公鸡临死之前还苦苦挣扎着，愤怒地望着两个老妇人。不大会，鸡肉做好了，香味扑鼻，几个人吃喝起来，交谈甚欢。吃完饭，卫星和仆人把他们搀扶厢房里，各自安歇了。两个老妇人在此住了几天，陪着卫星的母亲说说笑笑的。卫士心情大好，身子骨好多了。卫星很是高兴，放心出去做工。有一天他回来，仆人看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犹豫再三，告诉他感觉这两个老妇人举止很是怪异，大口吃肉，大口吃饭，犹如一个汉子一样豪爽，有时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还经常诡异地看着羊圈的山羊。山羊看到他们总是很惊慌的样子，觉得他们不像好人，人心难测，还是让他们离开吧。卫星听罢大怒，这个仆人在他家已经多年了，照顾母亲很是尽心尽力的，只不过他有个坏习惯，就是喜欢说谎、赌博。卫星训斥几次都不改，因此对于他的话，卫星自然不信，把他训斥一顿，道他们是自己的恩人，让他好好招待，不可怠慢。言罢，不再理他，亲热地和两个老妇人打招呼，还拿出一只蒸鹅招待他们。两个老妇人和他的母亲很是高兴，尽情吃喝起来，院子里欢言笑语不休。仆人呆呆看着，满面愁容，叹息着做事去了。第二天早上，两个老妇人要离开这里，卫星挽留他们再住几天，陪陪母亲。其中一个老妇人叹息说：“公子是个好人，只是家人的仆人不欢迎我们，执意离去了。”卫星很是生气，又把仆人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顿。仆人低头大气不敢喘，任由他训斥一顿。骂够了，卫星出去做事了。几天后回家，仆人看他回来，一副做错事的样子，惶恐不安地走过来，低着头告诉他，家里的山羊不见了，地上血迹斑斑。卫星听罢，急急走到羊圈一看，山羊果然不见了，大怒，刚要责怪他，忽然想起他以前说的话。他知道仆人还有个嗜好，经常趁着他母亲睡觉，出去和村里的小混混们赌博，只不过从来不敢赌大的，也没钱赌大的。难道这次他输了钱，把山羊卖了还赌博债？想到这里，他脸色难看，询问是不是他又去赌博，输了钱，偷了山羊卖了。仆人听罢大惊，
吓得脸色苍白，跪下来口呼冤枉。卫星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好作罢了，训斥一顿。晚上躺在床上，越想越纳闷，胡思乱想的睡不着，起身走出去。此时外面月明如昼，他坐在院子里石桌下，呆呆看着天上的月亮发呆。过了会，忽然看到陆续过去几只老鼠，很是纳闷，跟着他们过去。几只老鼠在一个柴房里停下来，借着月光，卫星看到柴堆下有个白东西，几只老鼠至前啃食，急急至前，几只老鼠受惊四散逃离。他拿起来仔细一看，大惊，竟然是一张血淋淋的羊皮，觉得定是仆人所为，怒火冲天，拿着羊皮刚要去质问的，刚走几步又停下来，想了想，有了主意。第二天早上，他告诉仆人，自己这次出去要好几天才能回来，让他在家好好照顾主人。仆人连连答应着。卫星走出去，并没有出去做事，而是在外面转悠到黑天才回家。他翻墙而入，跳上靠墙一棵大树上，偷偷窥视着。可是他等到深夜，月也微凉，他冻得拢紧衣服，只好下了树，出去客栈住了一夜。一连几天，家里一切都正常。卫星觉得自己冤枉仆人了，心里很是不安，想着再过一天就回家。晚上，他照样爬上大树，偷偷窥视着，可是一直等到深夜也没有什么动静。刚准备跳下来，忽然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一愣，顿声望去，仔细一看，不由惊愕地张大嘴，竟然是那两个老妇人。这两个老妇人已经离开这里很久了，为何白天不来，晚上要过来呢？他屏气凝息地默默看着，轻轻跳下来，跟在后面。两个老妇人鬼鬼祟祟地在一门前停下来，卫星目睹，更加惊奇，竟然是仆人的门口，里面鼾声如雷了。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卫星躲在树后窥视着，其中一个老妇人对着门徐徐吹气，门自动打开，两个人进入，把门关上。卫星赶紧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吐口水捅破窗子望去，顿时大骇，只见两个妇人消失了，面前现两个犹如簸箕般大的青灰色的蝎子，正慢慢往床上爬，样子骇人。此时的仆人睡得正香，卫星这才明白过来，两个老妇人乃是蝎子所变，去古刹躲避雷劫，被自己守护逃过一劫，自己在古刹头疼，就是他们在暗暗喷毒所致，自己被他们骗了，那山羊就是被他们吃了，接下来这是要吃仆人了。可怜自家那只勇敢的公鸡就这样死了，他难过的想着，暴怒，随即快闯进去，搭弓射箭，瞄准射过去，不偏不倚，正好射中其中一个蝎子，接连不断射箭过去，其中一个蝎子死去了，另一个受伤极快逃离，速度极快，卫星怎能放过他，紧追不舍，接连不断的射箭过去，那蝎子中了箭，终死去了。此时仆人醒来，呆呆看着地上死去的蝎子，吓得面如土色，瑟瑟发抖，躲在被子里不敢出来。卫星回来，看到他的样子，大笑起来，告诉他经过，诚心诚意地向道歉，已经冤枉了他。仆人红着脸，受宠若惊地呆呆看着他，泪水夺眶而出，道自己此后定要戒赌，改邪归正。卫星听罢，很是高兴，主仆二人交谈甚欢，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卫星的母亲知道后大惊，心有余悸地嘱咐卫星，此后在外定要小心行事，不可被陌生人的外表所迷惑，尤其是那种慈眉善目的笑面虎，更是防不胜防，以免再上当受骗。卫星连连答应着，此后再不敢在古刹过夜了。本故事为民间故事，旨在劝人向善明辨是非，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